结婚5周年纪念，我订了网红蛋糕店的蛋糕，准备和老公庆祝，却看见门外排队的人群中，2个搂在一起亲得难分难舍的男女。不巧，男的正是我老公程思妍。我拿出手机拨打他电话，难为他分开那片蜜唇接了电话，不耐烦地问我有什么事，他还有事要忙。我不疾不徐道，就一件小事，麻烦你问问你怀里的小情人，他口红是几号色？程思妍脸变了颜色，转头四处张望，终于看到了隔着玻璃门站在蛋糕店里的我。我们四目相对，从校服到婚纱，从不明一文到现在功成名就，但这5年的婚姻终于败在了世俗的烈焰红唇中。我拎着蛋糕走出去，程思妍急忙挡在那女人前面，佳楠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，别在外面闹。那个女人从他身后探出脸来，年轻漂亮，带着被宠爱的张扬，程太太是吧？今天你们结婚纪念日，思妍还说要来买蛋糕回家和你庆祝呢。不知道是不是我老了，现在的小三可以这么直接而坦白，光天化日和正式这样的对话。我把蛋糕微微提起，看着程思妍，忍着打一耳光的冲动，非常克制地说，你是现在和我回去，还是和你的小情人亲够了再走？程思妍脸黑下来，佳楠，不过是一场误会，你何必咄咄逼人？行了，我陪你回去，满意了吧？我这不是不知道这家网红蛋糕的地址，让淼淼陪我一起来，不就是想让你高兴吗？反倒买出错来了。他边说边伸过手来接蛋糕，我的手一松，蛋糕啪一下摔到地上，稀碎，一塌糊涂，正如我和他的婚姻，不堪入目。淼淼捂着嘴，呀，程太太，你真的太不懂事了，这种事也值得生气啊。思妍，要是这样，下次我可不敢和你出门，谁知道你老婆会不会下次巴掌甩在我脸上？脾气这么大。程思妍看着地上的蛋糕，生气地看着我，你想干什么？要闹什么？你的大小姐脾气在外面也不能收敛一下对吗？啪我一个耳光甩她脸上，然后看着那个淼淼，小姑娘，你放心，我的巴掌甩不到你脸上，因为我只会打我的丈夫，你不过是个小玩意，哪里就用得着我动手？淼淼气得跺脚，你说什么？程思妍颜面尽失，一把抓着我的手，咬着牙，沈佳楠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，在外面跟我动手，你想清楚后果了。我甩开手，要不我找个男人亲一下，如果你能忍，那我也不是不能忍。程思妍一噎，你真是疯了，不可理喻。我扔下他一个人开车回到家，家里布置得很浪漫，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布置好了家里，有程思妍喜欢的玫瑰和香氛，她喜欢的红酒也已经醒好，礼物已摆在床头，只等着男主人回来。我把玫瑰花丢进了垃圾桶。第1年的结婚纪念日，程思妍说，老婆，以后每1年的今天，我们一定要一起过，一辈子都要这样。我把红酒倒进了水槽。第2年的结婚纪念日，程思妍说，佳楠，我今天收购了天际公司，我太高兴了，我们的纪念日真的是好日子。我把烤好的牛排倒进了厨余垃圾袋。第3年结婚纪念日，程思妍说，宝贝，我们什么时候生个孩子吧，我一定把你们宠上天。我把烛台蜡烛都收进了储物间。第4年结婚纪念日，程思妍说，今天我一定要让你看到迦南酒店的建成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回忆在第5年戛然而止，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里面的沈佳楠泪流满面，眼里都是绝望。我的手机微信提示音打断了我拿过手机，有新朋友等待验证通过。我点开，里面头像是今天看到的程思妍那个小情人淼淼。我想了一下，点了通过。他刷发来了10几张照片和视频，都是他和程思妍在一起的亲密照片和视频。接着发过来一句话，相爱的人才应该在一起，失败者难道不应该识趣的离场吗？他说在我身上有他很久没有感受到的活力和快乐，而你像一条无趣的死鱼。我忍着恶心看了一下照片，点击了保存，又点开小姑娘的朋友圈，里面朋友圈全是生活照，有吃饭的、玩耍的、购物的、旅游的，10之8九的照片里面或多或少都在某个角落拍到程思妍的身影，有时候是一只手，有时候是半个肩膀，有时候是背影。我和他夫妻5年，闭着眼睛都能从那蛛丝马迹中认出他来。程思妍回来了，解开领带，坐在沙发上，漫不经心地说，既然你都看见了，不如我们谈一谈。我坐在他对面，看着这个最熟悉的陌生人，天天同床共枕。为什么我现在看着他就像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我想着，也这么问了。程思妍轻叹一声，什么时候开始的重要吗？重要的是，她年轻、漂亮、有活力。佳楠，我30岁了，我很累，我回来你和我说家庭琐事我更累。我回家是想休息和开心，不是想听你唠叨。但是淼淼不一样，她像莽撞的孩子，
闯进我的生活里，横冲直撞，把我的平淡如水的生活搅得翻天覆地。但是我很喜欢，我很久没有感觉到这么新鲜和有活力的生活状态。他说的时候嘴角带着笑，看来是真的喜欢极了。他的笑刺得我心痛，以前他和朋友提起喜欢的我的时候，也是嘴角带笑，眼睛里的喜欢要溢出来。而现在这个表情是说起别的女人。你不知道，他像极了刚上大学的你，是人群的焦点，活力四射，大家都想聚在你身边。我打断了他，拧眉啧了一声，所以活力四射的沈佳楠30岁变得无趣，你再找了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，等她没活力的时候，你准备再换一个是吗？程思年，婚姻的誓言原来是可以这样改变的吗？因为不新鲜了，无趣了，所以出轨的理直气壮。我的眼泪掉下来，不知道是伤心还是愤怒。我们结婚后一起创办了公司，一起打拼，直到我为了谈妥公司最重要的一单生意，把自己喝到了胃出血。程思妍在我的病房边哭得像个孩子，发誓一定要我过了最幸福的生活。我出院后，他不再让我去公司，要我在家好好养着，慢慢调理。再忙他都会赶回来给我做晚饭，早上起来都会熬好一锅小米粥给我养胃。连我的朋友都说我真是嫁了个好老公，谁家老公能做到这样啊？我满心满眼都是幸福，只想着等我身体养好了，再给思妍生个孩子，我们的家庭就十全十美了。程思年依旧是冷淡的，不变情绪的说，我本来不想让你知道，怕你多想，结果你看，你知道就闹得尽人皆知。沈佳楠，你看看现在身家像我这样的，谁没有在外面玩，离婚离几次的到处都是，只有我糟糠之妻不下堂，从来没亏待你，钱给够，卡认刷，不用工作，只负责貌美如花。你知道你成太太的位置多少人羡慕吗？你还不知足。我手脚冰凉，我从未想到有一天，这样无耻的话是从程思年嘴里说出来。我死死盯着他，程思年，结婚前，你在我爸妈墓前答应过什么？当年结婚前，我把程思年带到了爸妈的墓前，他在我爸妈面前保证，爸妈，我一定会对佳楠好，一辈子保护他，爱他。在爸妈的面前，他给我戴上了求婚的戒指，天长地久，海誓山盟。转眼刚5年，这话还在耳边，人却已面目全非。程思年将手中的杯子重重一放，又来这个，沈佳楠，你别这么幼稚好吗？难道你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做到吗？我以前是真的觉得我会爱你一辈子，我现在也没有对你不好，我一样对你好，一样保护你爱你。你看，如果你今天没看见这个，你仍然是幸福的程太太，你何必斤斤计较，就不能当做没看见吗？他站起来，走到我身边坐下，搂着我的肩膀，老婆，好了，是我的错，你如果真的这么介意，我马上分手，处理干净，一定保证不会再有第二次，好不好？你先冷静一下，好不好？都是老公的错，我错了。为什么男人出轨后还能这么面不改色的觉得女人大惊小怪？我连他坐在我身边我都觉得恶心，他微微凑近想亲我，身上一股浓浓的香水味冲进我鼻腔，我一阵犯胃，冲到洗手间吐了昏天暗地。程思妍跟进来，着急的帮我拍着背，这是怎么了？你吃东西没有？是不是胃病又发作了？我推开他的手，艰难的说，离我远点，你身上全是女人的香水味。他马上退后一步，语气里夹杂着一丝无奈的说，好，我马上去洗个澡好不好？躺在床上，我刚躺下，洗净了味道的程思妍靠了过来，我想避开，他的手捂到了我的胃部，轻轻帮我暖着，像平时每一次胃痛一样，我们好似回到了以前，今天的事从未发生过一样。你的胃病不是调理好了吗？怎么又犯了？程思妍在我身后轻声的问，要不要明天再去医院看看？我沉默了一下，开了口，不用，我的胃我知道。我当然知道，我吐不是因为胃病发作，而是我怀孕了2个月。验孕报告和 B 超检查在床头柜的小礼盒里，是打算今天送给他的5周年结婚纪念礼物，现在看来用不着了。身边的程思妍觉得已经把我哄好，安心的睡着了。我在黑夜中睁大了双眼，眼泪从眼角一直流进发间，心痛的让自己喘不上气，感觉整个人像一片废墟，展眼望去，内心已是断瓦残垣。他在睡梦中侧过身来，手搭在我腰间，嘴里轻轻嘟囔，宝贝。我的心一动，眼睛又酸又涩，接着听到他又一声，淼淼。我的眼泪像关不住的水龙头一直往外流。我想到妈妈小时候看我哭，总是摸着我的头说，楠楠受了委屈，尽情哭，哭完了就要重新开心起来哦。我心里，妈妈，我只哭这一次，哭过，我以后会重新开始的。半夜，听到程思年的手机响了，他马上接了，起身到了洗手间，关上门在里面小声的说话，
隐约中我听得几句，你别哭，我马上回来，然后穿好衣服，悄悄出了门。我知道那是那个小姑娘打来的电话，在黑暗中，我听到她娇气的声音。早晨，我给自己煮了锅小米粥，吃得身体暖暖的。今天我还有一场硬仗要打，我一定要吃饱了才有力气。上午，我按时到了医院，我昨晚已经约好了医生今天做手术。这个主任医生从我想要孩子开始就在他这里看诊，已经2、3年了。他看着 B 超单，很认真地问我，你真的决定不要了？你的身体能怀上不容易，要不要和你老公商量一下？我僵硬着笑着说，不用商量，孩子的事我一个人就能做决定。医生看看我，叹气，叫护士进来带我去准备。医院的手术台很冷，我牙齿都在发抖。医生说，最后的机会，真的想清楚了吗？我流着眼泪，闭上眼点头，想清楚了。这真的只是一个小手术，可是拿掉的却是一个小小的生命，是我盼了很久很久的。可是他来的不是时候。我一个人下了手术台，咬着牙，冒着冷汗，坐在医院的长凳上休息。护士给我端了一杯热水，关心地问，需要给你家人打电话叫人来接一下吗？我看你脸色真的很差。我摇头，不需要，我已经没有家人了。我裹紧了衣服，刚要走出妇产科大门，迎面走来一男一女，女人倚在男人怀里撒娇，昨晚就是肚子疼嘛，人家都吓坏了，我吃这苦是为了谁？还不是为了你。程思妍温柔地哄道，好，都是宝贝辛苦了，等我儿子出来，我打他给你出气。淼淼娇嗔道，你敢打我儿子试试看？俩人说笑着走进来，看到有人挡了路，一抬头，程思年马上松开了搂着淼淼的手，佳楠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白着脸，没有吭声。程思妍解释道，淼淼说身体不舒服，她一个小女孩，在这里也没亲人，我就送她来医院，我们真的没做别的。淼淼一脸的鄙视，沈小姐，你也太小气了，还跟踪老公啊，真是受不了你们这些女人，老公不爱你了，你天天缠着有什么用？程思妍制止她再说下去，淼淼，小姑娘不高兴了，摸着肚子，你吼我，你再吼我，我就带着你儿子离开你。我看着她的肚子，难为这么有底气。不过无所谓了，和我都没有关系。我没有力气多说，自顾自向外走去。程思妍用力抓住我的胳膊，佳楠，你别这样，一声不吭。我说了，我只是送他来医院，你这样跟踪我算什么意思？又不说话，又是这样，我最讨厌就是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样子。越说越生气，用力一拽，我整个人没站稳，摔倒在地上。我眼前一黑，在晕过去前，看见护士跑过来，哎，你这人怎么回事？这位病人刚做完流产手术啊，医生，有病人晕倒了。一片混乱，我终于陷入了昏迷中。醒来时，程思妍在我身边，紧紧抓着我的手，老婆，我的心难受的要命，别转头，不想看到他。他红着眼睛，你有了我们的孩子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为什么自己做决定打掉他？我是孩子的父亲，我有权利一起决定，你凭什么自己决定？你太自私了，沈佳楠。我盯着他，眼里除了失望，还有厌恶。生下他，在一个破烂不堪的家庭，我不想告诉孩子，你爸爸出轨，在外面有别的女人，还有一个孩子。程思妍语塞，我冷冷地说，程思妍，我们离婚吧，孩子没了，我们没有什么不好分割的东西。你的小情人不是有身孕了吧？正好，你喜欢孩子，和我离婚，娶她进门，娇妻稚子，你的人生完美至极。程思年摇头，紧紧握住我的手，看着我，佳楠，你知道我真正爱的人是你，别的只是逢场作戏，我不会和你离婚的。我抽出手，程思年，好聚好散，我不想把分手做得这么不体面。你不想离婚是因为你怕影响公司生意和股票，我要离婚是因为程思年，你让我恶心。我会找律师起草离婚协议，公司是我们一起打拼的，财产一人一半，到时候你签字就行。程思年摇着头，他低哑着声音说，佳楠，你对我心软一些，我们相爱这么多年，你不能因为我做错一件事就判我死刑，对不起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不会同意离婚的，我们天生一对，注定要在一起的。我闭上眼，不再理他，只是做错了一件全世界男人都会做错的事吗？我出院后，程思妍把我接回了家，我不理他，他请了几天假，天天在家陪着我，给我煲汤煮饭，体贴入微的照顾，像回到以前幸福的日子。我喝着汤看着他，你不用陪着我，你回公司吧，还有，你不去看看你的女朋友吗？毕竟她怀了你的孩子。程思妍一脸怜惜的看着我，我说了，我会和他分手，以后我们好好过。我挣脱他的手，没有必要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他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你别赌气，我说了，我不同意离婚。他像是真的回心转意，天天在家守着我。
我半夜醒来，他却不在床上，我起身，看见他靠在阳台抽烟打电话，你再忍耐几天，他现在想分财产啊，我要先稳住他，等我把资产转移了，他再离1分钱也别想分到时候钱都是你和儿子的，宝贝。我将在当场，心彻彻底底死了。原来在相爱的人不爱的时候，他的算计比你想象的更狠10000倍。我退回了房间，闭上眼睛，像一切都没发生过。我联系了我的律师，和他说我的想法和处境，还有程思妍正在计划做财产转移的事。律师建议我马上搜集他出轨的证据，如果可能把出轨的事爆出来，闹得越大越好，对程思妍越不利，到时候他是过错方，分财产他就是没有赢面。我把淼淼发的照片和视频全部给了律师，律师笑了，这倒是送上门的把柄。我在花园里的秋千上坐着，程思妍送了条披肩出来，小心披在我肩上。我微微一笑，很久没有这么安静坐在这里晒太阳了。我难得给了他好脸色，程思妍受宠若惊了一下，坐在我身边，轻轻搂着我，要是你愿意，以后我都可以陪你。我把头靠在他肩膀上，要不我们在花园里喝个下午茶吧，太阳真好，我都不愿意回屋了。程思妍捏捏我的鼻子，好，你说在这里喝下午茶，我去准备一下茶点。我仰着头，太阳晒在我脸上，我发了一条朋友圈，一切回到了从前。上面的几张照片，有我靠在程思妍肩膀上的，有他喂我吃蛋糕珠，还有我们一起做秋千的，一切都是岁月静好的样子。下面照例是熟悉朋友的一系列点赞，还有开玩笑说我们夫妻秀恩爱的各种调侃。我睡着后，程思妍又去阳台打电话，她温柔地哄着电话那头的小情人，宝贝，我是演戏，你知道我不爱他，不是要哄着他吗？你别生气，要不下次我都不哄了，只哄你好不好？我没有碰他，他那么无趣，我怎么可能碰他？你别多想了。我转身回到房间继续睡觉。第二天，我和程思妍说我身体已经好了，让他回去公司工作。我苦劝道，你总不能让公司倒闭吧？现在是生意最忙的时候，我找闺蜜逛街，和你在家闷死了。程思妍轻轻抱抱我，好，我听老婆的。她去了公司上班，我却没有去和闺蜜逛街。我接到了淼淼的电话，约我见面。她穿着名牌的孕妇裙，拎着几十万的包，趾高气扬地坐到我对面，摸着自己的肚子宣战，沈佳楠，你这样拖着有什么意思？思妍不爱你，不爱你了，听不懂吗？我喝着茶，漫不经心地看着她，无所谓，反正程太太是我，她所有的一切我都享有。我轻视地看她一眼，反倒是你小心点，你现在花的用的都是程思妍的钱，换句话说，也是我的钱，对你的金主大人要客气点，否则金主一生气，就把这南瓜马车变回去，你就要变回灰姑娘的样子了。她气得脸色通红，你这样的怨妇，明知道老公不爱你，还要死缠着不放，不要脸。我捂着嘴，大声惊呼，啊，现在小三可以这么骂人吗？怎么我不离婚是不要脸？你做小三插足别人家庭，你家爸妈没教过你不是你的东西别伸手，否则就是偷，你这样没教养没廉耻的小三，有什么脸在我面前叫嚣？还有，你最好客气点，我一天不离婚，你肚子里的就是野种，私生子，懂吗？贱人！说完，一杯冰柠檬茶泼他脸上，听到他的尖叫声，惊动了所有人。我站起来，看着他，用我老公这么多钱，这下午茶记得买结账。旁边的人议论纷纷。我去，第一次见这么嚣张的小三，最烦这个绿茶小三，不要脸，还好意思找人家老婆来谈判，不要脸，丢人。我是他爸妈，我掐死他。没听见说吗？人家怀孕了，逼宫呢。太不要脸了，这种人放在古代早都进猪笼。晚上回到家，程思妍气急败坏的回来了，一见我冲过来，你今天和淼淼说什么了？我抬眼看着他额头的汗，我笑了，这么着急，不是分手了吗？他语塞，我低眸而言，我没找他，他自己找上我。程思妍，我不去招惹他的时候，你最好去劝他别来惹我。程思妍叹气，坐在沙发上一脸疲惫，佳楠，他现在有孩子，说分也不是马上能分掉，你要给我时间。而且我以为你已经达成共识了，你不是原谅我了吗？还没说完，淼淼的电话打了进来，在电话里又哭又闹，说他爸妈知道了他的事，要他和程思妍分手。他在那头哭得稀里哗啦，你是不是我要一尸两命？程思妍挂了电话，看着我，皱着眉问，现在淼淼爸妈都知道了，你高兴了？我和淼淼今天在咖啡店的见面争吵，被人拍了发到了网上，淼淼被人骂最嚣张的小三。所有的已婚女人最痛恨的就是这种狐狸精，这段视频一下冲了热搜。淼淼的爸妈出门被人指指点点，才知道女儿原来当了小三，气得仰倒，说马上要赶来京城带她回老家。
哪有这么多热心群众有心人，都是我安排好了人在旁边拍的视频，发到了网上。程思妍只有2个选择，一是看着淼淼带着她的孩子离开，二是和我离婚，和淼淼结婚，留下孩子。这个决定还必须在淼淼爸妈到来前决定好。淼淼哭得死去活来，听说站在楼顶上要跳楼，程思妍举手投降，好，我马上签字离婚，你下来，你别伤到肚子里的宝宝。离婚协议早已经准备好，程思妍看着协议一言不发，半晌才说，我们公司的资产并没有这么多。我转身拿出了一摞资料，里面还包括了他转移出去的资产证明，我甩在茶几上，程思妍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心狠，出轨，还想我净身出户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在家待了几年就是一个傻子，可以让你这么欺负？幸亏我虽然不常去公司，公司的一些老员工还是念着我，希望我回去的，我让他们帮忙的时候，他们背地里给了我一些资料，方便我和律师很快找到了他转移资产的证明。我改主意了，你出轨，你是过错方，我现在不要平分了，我要3-7分。程思妍急红了眼，你想得美。我拿出打印出来他和淼淼的照片，还有调出手机视频，看着他，还有淼淼肚子里的孩子。程思妍，想清楚再说话，如果上法庭，我要打的就不是单纯的离婚官司，你会被告重婚罪。他咬着牙，猩红着眼，迦南，我们一定要走到这一步吗？我拿起笔，干脆利落的把名字签好，丢给他，在你出轨的那一刻，难道没想到这个结局吗？我再加了一句，而且你希望自己的孩子出生像你一样，没有爸爸吗？这一句话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他自己都是母亲一个人带大的，他母亲从来不说他父亲是谁，在那小镇上风言风语，大家都说他是私生子。我知道他一定不会让他自己的孩子成为私生子。他最终在离婚协议上签下了名字。1个月后，我们办理了离婚证，淼淼在民政局门口等着他，年轻漂亮，穿着孕妇裙，迎上来挽了程思妍的手，程太太，哦不，沈小姐，要不要送你一程？我淡淡一笑，倒不必，我怕晕车，因为恶心。我离开前突然转身看了他一眼，还不抓紧时间马上进去结婚。你不怕转头程思妍再喜欢另一个年轻漂亮有活力的，可就没你什么事了。毕竟除了你会生孩子，大把小姑娘会生呢，你竞争对手可不少。淼淼的脸色一变，我笑眯眯地上了车走了。听说淼淼的父母在家乡被人说的抬不起头来，对着程思妍也没有好脸色。他再三保证已经签了离婚协议，只要一离婚，马上就和淼淼结婚。程思妍和我离婚后，却没空和淼淼举办隆重的婚礼，因为我在大肆抛出手上的股份。程思妍给我打电话，在那头咆哮，沈佳南，你在干什么？我笑意盈盈，我在卖股份啊，你要的话，我也可以考虑你，价高者得吗？你要吗？排队啊。他为了公司的掌权人不落入别人手里，只能把我手里的股份都买下来。而离婚后分给他的钱并不多，所以为了凑够钱，他只能买和淼淼住的别墅给卖了。淼淼挺着大肚子又哭又闹，我嫁给你，你就要卖房？你什么意思？你是对我不满意吗？程思妍解释是因为要应急，可是淼淼才不听，她只知道她住不到豪华大别墅就是一件丢脸的事，她都在姐妹圈里大肆宣传她要成为程太太，难道是要成为租房子的程太太吗？她把房产证收了起来。程思妍大怒，男人的事业比任何东西都重要，淼淼可惜不了解，以为他的爱情更重要，以至于两个在家大吵大闹。终于在程思妍找到房产证的时候，她扑过去抢，自己被地上的毯子绊倒了，肚子狠狠撞向了地面。啊，救命，好痛啊，有血从她的腿间流出。程思妍呆住了，马上送医院。肚子已有5-6个月，这狠狠的撞击把腹中的胎儿狠狠的撞没了，淼淼大出血，好不容易才抢救回来，却被医生告知以后都不能再生孩子了。淼淼崩溃了，哭得伤心欲绝。淼淼出院后搬进了程思妍的一套小房子里，程思妍抱着她哄道，我现在把股份全买回来了，我们马上结婚，你就是程太太，等年底公司年报出来，我必须给我的宝贝买一套最漂亮的别墅。淼淼如愿以偿的嫁给了程思妍，在朋友圈晒了好几天，我在海边度假，还给她朋友圈点了赞。我卖掉了股份和以前的房子，重新买了新的大平层，布置的舒服简洁。我提着行李箱开始了我满世界的旅游，我重新拾起我大学时候的爱好，给旅游公众号写旅游推文，居然还有不少人喜欢。很快我成了小有名气的旅游博主，日子过得充实而快乐。而程思妍在和淼淼结婚后不久，老毛病又犯了，又包养了一个刚毕业的女孩，年轻漂亮有活力，一如淼淼当年。很快那个女孩怀孕了，
这个女孩比淼淼还厉害，她拍下了和程思妍的亲密视频，扬言程思妍不娶她，她就把视频放到网上，大家一拍两散。淼淼得到消息的时候，那个女孩子的肚子已有7个月大了。她找到了淼淼，开门见山，思妍说你不能生孩子，但是还占着程太太的位置不让。你这样的怨妇，明知道老公不爱你，还要死缠着不放，不要脸。淼淼愣了一下，突然想起当初逼我离婚时，她说过一模一样的话。她大笑起来，一报还一报，果然苍天饶过谁。淼淼很冷静，她看着那个女孩，直截了当的说，我因为程思妍，所以再也不能拥有自己的孩子，我不可能离婚，无论怎么样，我都不会离。如果你喜欢他，他愿意包养你，那就养着吧，但是程太太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我。淼淼回家看到程思妍的时候笑了，她若有所思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沈佳楠说，你既然可以出轨我，说我年轻漂亮有活力，以后一样会出轨别人，我不信，现在看来他是对的，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但是程思妍，没办法，我不能再生孩子，我失去了太多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所以就这么过吧，你在外面想生多少我不管，但是我永远不会同意离婚。那个小情人生产的时候，程思妍半夜接到电话，慌得开车都开不了。淼淼接过钥匙，我送你去吧。他冷静的不像话，开车搭了程思妍去了小情人那里，接了人直奔医院。小情人窝在程思妍怀里又娇又嗔，老公，我真的疼死了，你亲亲我。程思妍抱着他亲了一下，很快就到医院了，没事了。淼淼点头，放心，很快就不疼了，我孩子撞在地上小产那天，比这还疼。等发现淼淼情绪不对时，已经太迟了。淼淼抓紧了方向盘，笑着看了看后座的俩人，既然我们俩都不想离开他，那就一起吧。程思妍发现不对，淼淼你想干什么？淼淼，你说过我们要同年同月同日死了，很快了，放心，我问过，掉进海里淹死一点不痛苦，特别对产妇和肚子里的宝宝而言。程思妍惊恐的摇头，不要啊，要抢方向盘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他把油门踩到底，冲着海边大道的护栏直冲而下，撞入了海里。我看到新闻的时候，正在巴厘岛度假，像看了一条无关紧要的天气预报一样翻过，下一条新闻会更精彩更有趣，没有人在关注昨天发生的事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